各位同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大大叔叔中中文。文，好哇，可以，一周一度的这个大叔中文的聚会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对笨叔，我们啊，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啊？因为这边的话开始慢慢有这个万圣节的气氛了。比如哦，说，昨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看我们公司的管理员他就是进来了2大包这个快递，然后打啊哈，开之后里边就都是万圣节的装饰啊、骷髅头啊，或者是蝙蝠啊什么的，就这边已所以经开始有万圣节的气氛了。所以你们公司嗯。里的同事要装扮成骷髅头跟蝙蝠的样子吗？我们应该是万圣节当天，下周一的晚上，就是那一天，可能大家都会穿着就是万圣节的这个衣服去 嗯，去办公室工作。按道理，万圣节是不是类似于中国的鬼节呀、万圣就是万圣，所谓的嗯，圣不就是些鬼一样的东西吗？其实西班牙以前也不过这个万圣节，就是好像可能现在人看很多美国的电视剧啊、电影啊，啊常常他们有这个万圣节的 party 啊、聚会啊，所以啊，现在西班牙也开始过这种节日，就是跟鬼什么，就是喜欢这种恐怖的气氛，喜欢有这但是好种像又很鬼的欢乐，装饰，对不对？对，特别欢嗯，乐，和欢鬼和欢乐乐的感觉。连在一块儿，感觉很奇怪啊。是灿叔，种，嗯，灿叔，灿叔，嗯，你儿子现在读幼儿园吗？他已经读小学了。你小学了，那他啊，们学校有没有办类似这种像对贝夫啊，这种万圣节的活有没有动？这种主题的万圣他们节主题？学校，你儿子的学校有没有？小学一般情况下不大会有，幼儿园可能，幼儿园会过那个，那孩子都知道对会吧？不捣蛋孩子，给糖的那嗯，个是什么节日啊？不捣蛋就给糖。就万圣节，万圣不给节啊，这就是万就圣节，万圣节啊。就这个，哦，那个嗯是幼儿园的话，老师好像会组织，或者之前我们自己组织过，当时组织嗯的就是那他们班的这几个小孩儿一啊，起，每个家去要糖的呀，每个家安排了一下，嗯就是这个事情幼儿园老他做过。师带着孩子们，然后嗯，去一家一家去要不是糖。幼儿园老师，是我们自己组织的，就是我们小区里有几家哦，人这样，小区刚好呢哦，都是在啊，同一个幼儿园上的学的孩子嘛，嗯所以组织了一啊哈，对，下，可能有4、5家，每家准备一些糖，然后孩子们打扮了一下，让我儿子比较嗯喜欢超级飞侠，就做了个哦，嗯披风啊什么的，然后每家嗯，这样呼啸而过，你每家就要个糖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那不玩的，给糖真的捣蛋吗？不给糖的话，肯定都会应提前准该都备呢，一都会定会准备提前准备。好的啦。你像在对，台湾也嗯嗯是在台湾是嗯幼儿园老师会带着嗯小朋友们，然后万圣节到的时候，我们这边非常有意思，就是在台嗯，湾有非常多的便利商店，7-Eleven 对，那种店，嗯嗯嗯，这些店的店员他们会自动嗯准备好糖果，所哦。以啊，这个幼儿园嗯也不用特别知会这些店家，只要带着小朋友，小朋友都穿着那个万圣节的服饰嘛，然啊，后你就看到一个嗯幼儿园老师领着哇十几个小朋友，嗯很可爱，然后那嗯，个婆婆妈妈在旁边都会帮他们鼓掌，不认识的都会帮他们鼓鼓掌。幼儿园老师就会带他们去便利商店要糖果，然后哇，我有的便利没想到商店，台湾已经那么普遍，对，嗯，台湾台湾很盛，就是很这么正式的吗？大陆好像就是嗯些幼儿园的内部，国际台湾也或者学校可能自己也有一些，孩子会组织，就是自己台湾也家长会组是幼儿园，织一点点。嗯嗯，台湾也是幼儿园，但是几乎每一间幼儿园都会这样做。所以你到哦，了万圣节白天，就会看到很多嗯。幼儿园不同家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出动了。但是年轻人呢，比如说台湾和大陆的年轻人会不会过这个万圣节啊？看书，你觉得大陆的？我觉得幼儿园好像大陆跟嗯台湾都有这样嗯，的活动，好我估像计就是大想让小孩家觉得这子去要。些给小孩子玩的，去要对对糖呀，感觉很有意思。但是你像欧美，他们主要是给大人比较多嘛，就穿嗯，的奇装怪服的话，对对对对对，大陆没有嗯，这个习俗，没有这种人去玩这些东西的。大就可人会觉得你神能跟经病啊，对，和文化西有关系。方有关系一点的这种酒对对吧、饭店可能会搞一个主题这样，但对，不是普遍的。你像在台湾的话，嗯幼儿园会让孩子们了解西方的文化嘛，这是他们的嗯目的，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活动。突然我想那起一个问题，茶叔啊，就是因啊，为那天看了一个电视剧，韩国的电视剧，我就发现韩国他们哈，嗯就西方的节日挺重视的，就像圣诞节什么的都很嗯重视。台湾是对，不是嗯也挺重视就是西方的这些节日啊？因为大陆没有这么重视。我觉得有，因为像圣诞节我们嗯都会过，你圣们专门会诞节过吗？我们当然是会有很多圣诞晚会啦、圣诞舞会啦，
年轻啊人都会过，然后特别重视这个节日，情侣特别会去逛送礼物嘛，街，会特别重视，然啊，嗯后朋友们也会约一约去玩，所以我嗯觉得圣诞节特别重视，感恩节我觉得没有，嗯，万圣节我觉得是小朋友的。感恩节嗯，我们会发信息，但是不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对，感恩这个词在中文听起来哦，就是要特好，对你的长辈或者对你有对，帮助的人表示感谢嘛，所以嗯哼，我对对对们是过这个字面的意思，对，还有在中会国过发信息平安夜的时候，不还吃苹果吗？中国特色，谐吃音苹果，对吧？吃苹果，平安就是嘛。如果你哦，平送安哦，红色的苹平安果是朋友，你送啊绿色的苹果证明你喜欢哦，还有这个那个人。讲究，这个我倒不啊，知道，我只知道有苹果台湾没有，这个事儿。我台湾没有这样。我高中的不过，时候，圣诞嗯，节就是放学的时候，从高中出来，门口好多小贩在卖苹果，他们把啊，每一个苹果都包装的特别的漂亮，外面有这种五颜六色的包装纸，就是平安夜听起来像苹果嘛，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我觉得第苹果能一个想出这带来好个主意的人太聪明，肯定是个商家。我跟你说，推销的很商业成功。头脑。对对，有商哎，业头脑。变叔，对对，变叔，嗯我问你，我很好奇，西班牙传嗯说中的鬼或神是什嗯么样子的？你在西班牙住那么多年了，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西啊班牙的鬼是什么样子？等一下，我跟那个灿叔嗯，聊一下中国的鬼是什么样子。不过对。我很好奇，西班牙的鬼跟一般西方的鬼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如果是在宗教教义这里边的鬼我其实不太了解。但是西对班牙现在就是，受到很多美国电影的影响所以就是他们现在所有的这种主题公园，他们都开始做这种，在万圣节的时候就做这种鬼怪的主题。对然后在这个公园里边，就很多工作人员穿的那个衣服啊，他的化妆都是美国那种经典美恐怖电影式的那种里的这啊，知些道知道。角色，比嗯如说那个有那个就是修女，最近呢哦比较火的那个修女，然后穿着修女的衣服，白色的脸，或者是那个 Annabelle，好像那个小女孩儿对对对杀一家人的小女孩儿啊，或者对对对，是有一些那个戴面具的那个杀人狂啊，或者德州电锯就他们杀人狂。很多这个就是恐怖片里出来的这些对啊，对啊元素，对吧？对，那他们类似，所以其实应该更多是恐怖，而不是嗯，鬼，对不对，对？是为了恐怖。比如说我的室友，他刚刚去参加一个就是万圣节主题的这个乐园活动，嗯，嗯，然后他们现在设计的特别高端，就是说他们先走进一个大的房间，那个对，房间里边会首先给他们分组，分成8个组，然后他们先进到一个小的屋子里。在屏幕上就会有一个这个主持人，那个主持人就说啊，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鬼扮的，然后等他们哦。介绍完所有的这个恐怖的这个人物不过变之后，叔他们鬼的嗯，样子是什么样子？僵尸吗？鬼的样子，比如还是说可能是吸血鬼僵尸，啊？僵尸，然后他们那个头盖骨就是掀开的掀开来的啊，啊，或者骷髅，骷髅是头吗？对骷骷髅头髅啊，还嗯，有就是猪头，有一个猪头的，什然后么猪头满脸是血的猪头，啊猪头，特别有意思。然后啊，这个大门打开之后，嗯，这8个组的人，他们就得跑来跑去的，就是这些鬼怪就在后面抓他们，然后他们每个人戴一个项链，如果这个项链被鬼怪抓下来，证明他们就牺牲了，就消失了。然后我哦，我的朋友他是一个那个素食主义者嘛，然后他就是到最后，他马上就要这个出去了，就要幸存下来了。但对，是就是有一个猪头，猪头就把他的项链给摘下来了，嗯结果他就特别的阵亡了。伤心，因嗯，为他觉得任何一个人把这个项链摘下来都可以。他是一个素食主义对者，对对对，为什么是个猪头？他被一个猪头给摘下来了，他就嗯他就当时就想哭，就说我这嗯，一辈子我就是为了保护你们，然后你现在没想到你把我的项背叛了我，链给摘被猪头下来了。对对背叛对，了。被猪背叛了。不过灿叔，我觉得有嗯一个嗯想法很有意思，就是西嗯，方的鬼嗯，都跟恐怖比较有关系，对对，然后对，是那种僵尸。我现在想嗯到西方的鬼，就跟变叔所描述的差不多，就是吸血鬼，第一个伯爵的嗯，那种长相对对，像伯爵的那种吸血对，鬼，第二种就是僵尸，第三种我可以想杀人到狂，
对杀人杀人江恐到处那个比较像飞血浆恐怖片的感觉，嗯，像狼人那种是大概我们既定印象中的西方的那种鬼的感觉超自然的东西，那超自然狼人是像鬼。他们我觉得西方连鬼都很科学，连鬼都是很科学的。嗯，然后是跟恐怖几乎是画上等号的。西方的鬼好像不会让你想到浪漫的东西，对不对？对对，我觉得灿啊叔我觉得中国的嗯鬼跟西方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北不一样，对不一样。中国的鬼你不一定跟恐怖画上等号，中国的鬼有时候是浪漫的、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哦。凄美的，或者是好多这样的故事，对吧？就像那对个西方有，我能想到就是那个 Unchained Melody，你们怎么对翻译？第六感生死恋，我们台湾是这样翻。啊， Unchained Melody 人鬼第六感情未了生死恋，嘛我好像知道，这个不是人鬼情未了。有一个电影啊是那个谁布拉德皮特演的嘛，他是死神嘛，是不是回来那个是那个的吗？是她男朋友死了，啊，然后回来帮她捏桃那个。啊，是我说那就是的人 Ghost，鬼那就是情未了 Ghost 嘛，那叫 Ghost 对嘛。 ，Ghost，对，嗯，这个唯一我能想到西方是浪漫的鬼，我也是想到那个，只有想到对这个，其他几乎都是恐怖的。但是我觉得嗯中国的跟那个比较像，跟那个部电影里边，所以那个电影在中国为么？什么会这么火？因为中国人比较能感同身受那个对，状态。我觉得那个 Ghost，我们台湾翻成第六感生死恋，就是那个男朋友死了之后回来，还陪伴他的女朋友一起保捏护他一起哦，对，保护我们叫他人鬼情未了。哦，人鬼情未了。嗯对，所以灿叔，我觉得我们要跟各位听众们聊一下中国的鬼啊，跟西方的鬼是完全不能说完全啦，是大不相同的。灿叔，你觉得呢？哪里不同？其实我刚才笨叔说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首先有一点啊，就是西方的这些恐怖的东西或者鬼的，更是视觉系的东西，它就对让血腥的。但中国的或者东亚洲的这种状态，很多时候其实是听觉的或感觉系的东西，很多是通过氛围营造出的东西，我感觉那种更吓人。你以前看那些日本的恐怖片，其实没有说很血腥，就突然一个空间特别逼仄的空间，特别黑暗的空间，突然之间跳出来，能把人吓死。从电视里爬出来，对对对，这是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可能，因为我觉得和《聊斋》也有关系吧，《聊斋》里面有很多很多女鬼，很多女鬼很漂亮，很美艳。对，很多学生可能不晓得《聊斋》是什么，我们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吧。《聊斋》是什么东西？《聊斋》是中国古代一个小说故事集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类似于它里面有各种故事，叫鬼狐仙怪。就大概就关于有鬼的，有狐狸的，就是狐狸精，仙就是神，对，狐妖，对，仙就是神仙，怪也就是怪物。一般中国的狐妖都跟漂亮的女生有关系，对对对，漂亮的女生变的勾引男生，所以中文有个狐狸精这样的词汇，对不对？对对，我觉得像《聊斋》里边好多这种小故事都被改编成电影啊、电视剧，比如《倩女幽魂》啊这种。大家看到这么多这样的《聊斋》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我们的想法意识里的那种鬼怪都是跟这种狐妖啊这种相关的，跟《聊斋》不是那种恐怖的啦，就是拿着刀杀人那种，反而跟一些情感的东西有点联系的感觉。对，我觉得可能和中国人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嘛，就像你死了之后，可能他们或许就是只要不是大凶大恶的，他可能都有一些苦衷，就像可以教化的。特别很多女的，她可能就是因为在世间受的比较悲惨的待遇，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她回来，她其实不是为了吓人，她可能就刚好弥留在那个生与死的边界，她去不了那个世界，又回不来这个世界，她只能在这块，刚好可能说很多时候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相遇了，她不是为了吓他，她可能刚好碰到你，希望你能帮助他。就像聂小倩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得最终其实是那个男主角叫宁采臣啊，他把这个聂小倩的骨头收藏起来，然后埋在另外一个地方。对，我觉得《倩女幽魂》那时候这部电影在我们那时候是非常火红的，对不对？我觉得这部电影也让我们觉得中国的鬼是很有人性的。对，因为是有这个人鬼恋爱嘛，对吧？对，而且我们特别强调人鬼恋爱、人鬼殊途，所以人鬼殊途的条件下，人跟鬼的恋情反而更加的弥足珍贵，或者是特别的离经叛道，但是却让人觉得很珍惜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鬼好像多了那么一点感情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跟西方还是不太一样，西方总是走一种比较恐怖的路线的感觉。但其实就像你说，就是人鬼情未了是这样。之前还有一个动画片，他们其实也会叫什么叫做我忘了这个名，就是一个黑人在路上走着，突然掉进一个下水道里头之后就死了。他其实会描绘那个就死了之后的世界哈。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就是西方人他们就会描述很具体的这些东西，死后之后世界是很具体的东西，所以他们的鬼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都是规定好是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当中国人描述死之后，他没有那么具体，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虚空的地方，它可能就更多的可能性，向上的可能性。而西方呢，他们死了之后，就每个人规定是怎么样上天堂下地狱，在天堂的第几层，地狱的第几层，他们都说的特别特别清楚。中国其实虽然也有这个什么18层地狱，但这个东西还是佛教传进来的。中国人整体的话，本土这个东西信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深，中国人是更世俗化一些东西，所以鬼我觉得也会更世俗一些。咱们现在在聊切换一个话题，因为这是中国本土的固有的鬼这个概念等等啊，咱们应该想一下，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就你们两个相不相信鬼？变叔先问你，第一个相不相信鬼？第二个，如果你相信鬼，你脑海中鬼的形象该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这个，我就是我真的不相信鬼啊。但是我以前说过，就是我看恐怖电影我会害怕，我会想很多。但是生活中，比如说我在一个很黑的地方走路啊，或者是漆黑的地方，我会怕坏人，但是我不会说有一个鬼会冒出来，我会觉得会不会这个有这个犯罪的这个风险。变叔算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然后变叔不相信鬼，对不对？不相信。对。那变叔，如果你在一个漆黑的，对，我问一下，就是你相不相信超自然的现象？因为鬼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嘛，你相不相信超自然的现象？我觉得可能会看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但肯定是会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去解释。鬼火呀什么的，或者是，但是我不会觉得是你说的超自然现象，比如呢？你给我其实我也觉得像我是本质上我是不相信有鬼的，因为咱们大陆的人从小到大受的是唯物主义这个观点学习，对吧？我们不相信有这种鬼神的东西，而且不管电视上还是书本上都是告诉我们是不存在鬼的，不要迷信。但是呢，大陆的电视剧会有鬼神类的，大陆的电视剧是这样的，它是建国之后不允许出现鬼。OK， 就是你看到一些都是古装的，所以古装片很多，古装片里面倒是可以。古装片里的鬼出现了怎么办？你们是不能播的。其实它现在很多片啊，就是可能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个鬼，所以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恐怖片这么难看呢？因为它不允许有鬼的这种物种的存在，它需要有一个相对科学的解释。它需要有一个可能是灵体一种，对，科幻的解释，这样状态。所以开始很吓人，但最后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人装的这样。对，这样其实就把这个恐怖的这种状态就是消减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其实和笨叔一样，其实我本质上我是不相信有鬼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呢，但是这点，我确实有点相信超自然的东西。你比如半夜把我就是说弄到山上去，或者在坟地里头，肯定怕的，对不对？肯定怕。就算按道理你就会相信肯定没有鬼这种东西。我那个时候我害怕的肯定不是坏人要把我抢劫或怎么样，我害怕的肯定是超自然的东西，或者坟墓里头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动静。那你嘞，笨叔，这种状态下你会怎么样的状态？在一个坟地里头？其实我家就住在这个据说是欧洲最大的陵园的旁边，然后我可能有时候散步，我就去那边去散步，然后散步的时候，虽然我想到就是下面他们都是这个有人真的尸体都在那边呢。对，但是我就完全不会想这些鬼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按道理像你这样说的话，就是因为西安它这个古城啊，到处都死过人，而且有些地方还是这个
古战场乱葬岗打仗的地有乱葬对岗还是打仗的地方对打仗。上一次我爸妈来的时候陪他们去一个是叫清凉寺还是什么寺我忘了，就那边上我之前记得那个在古代的时候唐朝的时候是打过一场非常血腥的战役的，按道理那边上特别多人死人，我们在边上还逛了一大圈。但是因为那个东西是很久远的东西，就像你说这个陵墓地，它也是变成一个纪念性的东西，不一样。对。要假如处在一个真正的这么一个墓地或者山上呀，这种状态是真的。我就是它这个不是说就是好几千年、好几百年。比如说我站在那儿，我有时候我会看，哎，我说哎，这有一个华人的这个陵墓，我一看有陵墓啊，这个人是这个可能50年前他去世的。然后我又看他下面有9个孩子也埋在这儿，然后我就想，真的是这样，他9个孩子，也就30多岁，怎么全都去世了？我还会分析一下，会不会变叔还会理性的去，对啊，被灭门了还是怎么的？但是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变叔可能你说的那个他们的环境整理得很好，所以对，还是有些那也是这种状态。但是你想啊，蔡叔说的那种可能是西安有很多情况是没有，就是那个坟墓比较凌乱，或者是那个气氛比较阴沉一点。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势力，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些，因为咱们中国很多入土为安嘛，很多坟墓是埋在山上的，也不是这种集中性的地方。我觉得要是一个集中陵园的话，很多坟墓你反倒觉得还好。要是比如说就是你走在山上走着，哎，这里有个墓地啊，天还比较阴的时候，刮起了风，还这个时候乌鸦嘎呱呱赶快跑了。所以我就可以说，东方的这种状态，它需要调动一些感官的东西，不是纯粹视觉的东西，它会通过边上环境的衬托。你说比较荒凉的这么一个地方，风突然起来了，乌鸦开始叫了。这个时候突然莫名其妙你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你肯定会吓一跳。这个时候你想的不是有坏人，而是想的可能是不是有鬼啊，是不是？对我来说，如果我看过一个恐怖电影，跟我看到的这个情景，现实的情景正好联系起来了，我会有那个害怕的感觉。但如果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恐怖的电影，我只是觉得哎呀风太大了，快点回家吧，就可能快走2步，不会觉得说会不会鬼出来啊这样。我不相信你，但我一定要把你内心深处的恐惧给挖出来。恐惧挖出来。对，其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人不只是有这种状态，还有怕黑。你怕黑吗？我不怕黑，我在我家里不怕黑，可能我又没有，但是我没有在全黑的那种情况下，没有待过，在全黑的状态没待过是吗？我看你变叔是挺壮的。变叔，你睡觉的时候会开夜灯吗？你睡觉会开夜灯？我也不开，我没办法，我只要关灯，我2分钟就睡着了。对，我也是要全黑。在家里应该还好，在家里一般情况下不至于怎么样。我再给你设定一个情景，笨叔，我再给你设定一个情景。笨叔接受挑战。比如说今天是鬼节，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父母都说鬼节不要出门，对吧？你那天莫名其妙和小伙伴出门去了，然后你们老家假设呢，他有一座山啊，小伙伴提议们就到山上去玩。这个时候呢，山上因为还有一个公园，但公园它比较荒凉。这个时候远远的看到有一个好像蜡烛一样点的那块，有点摇曳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晚上肯定是晚上9点10点左右。那天本来有月亮，突然月亮不见了，就远远只看到一点点那个火光这样摇来摇去。对，这个时候风突然起来了，不一般都是这种声音吗？不是，这种状态下你害不害怕？我问你。我会可能就是吓唬旁边的人，我会觉得吓唬他们更好玩，我会在那然后那我知道了，你应该是真的不怎么害怕的人。对，我觉得我也不会怕，我可能会跟那个小伙伴说，我们去看看。你们胆子挺大的。我最近陪我老婆成天看一个电视节目叫《密室大逃脱》，就是大陆的一个综艺节目，就他们就是一帮人会其实就是类似于那种密室嘛。一般进去之后灯会全关，然后会有些 NPC 突然出来吓人的嘛，你知道吗？假装的。对，这很恐怖啊。那这个我会害怕。对，就主要是全黑了，背书反而会害怕。全黑了，突然之间出来之后，但有些人确实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
我发现有些人没有任何反应，但有些人就稍微有个动静吓得不行。就是我是相对但你这种我会怕，你这种你会怕是吧？密室或者鬼屋或者是啊，这个恐怖电影，这个我都会怕。但是你啊，说现实中这种我就不我明怕。白你的意思。迷信类其实的反而不其实你是不怎么怕鬼，但是你怕突然被惊吓的感觉。怕人对啊，人比鬼还可怕。对对，还真是。你像我去泰国玩的时候，啊，去游乐园，他们也有个鬼屋的游乐设施。然嗯后我跟我的那些同事，我们是员工旅游嘛，然后嗯就想说好奇就进去玩了。鬼屋里对面，我是第一个，所有女生男生都躲在我后面。然后里嗯面有很多工作人员就扮成鬼的样子，会突然抓住你的手或抓住你的脚，然后里面很漆黑，可是我也觉得我都不怕。然后你有被抓吗？我有被抓，都在抓我啊，因为后面的人都躲得很，那你就是无所谓吗？全部都你被抓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对吧？我不会害怕。然后还啊过一个桥，他就突然工作人员就突然伸出手来抓住你的脚，然后我也觉得不怎么，我还把他踢一下这样子。所以我你把觉得他踢一下这种我也不会觉得人，我也不会觉得害怕。这种鬼屋型的，还有我也不会现在密室逃脱，大陆的密室逃脱做的特很夯。别的很高端。好的啊，我听对我表妹说她玩一个密室逃脱，就是那个房间里边有一个棺材，那个棺材里边躺着一个就是做的一个尸体嘛，假的尸体。嗯但是如果他要从那个密室出去，他必须要躺进去，跟那个尸体躺在一起，把棺材盖子盖上，然后里边那个门才会打开，可以出去。哦，啊，很有意思。每那个人必须也挺吓躺人。进去。要我一定去躺的，我觉得太好玩了，这我一定是特别想玩，那怎么会好玩呢？这太有意思了啊，对啊。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有的就是人头就是噼里啪啦亮的时掉候哈，胆子会比较大一些。一对旦是黑了之后，漆黑之同意后真的很吓人。我特别密室里对，面我不敢玩恐怖的密室，我一啊，般都玩普通主题的。我超爱，如果台湾是没有这种，如果台湾有，我也超爱玩的。对，应该有商场应该会有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大陆特别火最近。其实台湾，我觉得台湾人对鬼特别的迷信，因嗯为台湾我们这边从小到大就有很多鬼神类的影集或电影，然后他会告诉你一些，比如说道教、佛教的一些鬼神观念，比如说18层地狱，台湾人非常相信。真的，我觉得你随便问一个台湾人，他都说死后会去哪里。大部分的人会说可能会做坏事会下地狱，做好事会上天堂。那甚至有的人对于18层地狱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随便说话，你会下那种地狱是会把你的舌头拔掉。下油锅嘛。对，还有油对锅，做坏事下油锅。然后如果你忤逆父母亲，然后就会去有一个什么柱子，你就被那个火红烧红的通红的柱子，就是把你好像以绑在上前的那个面是吗？对，好像以这个一前的刑法听就是感觉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就是创造这些故事的人就是为都应该了约束可以说一下佛教人的来了吧？行为。应该是佛教传的，那个时候就有。其实在，对啊，在台湾的寺庙，你去寺庙，它会有很多佛经，有些佛经是漫画式的，也是漫画式的送给别人的。啊在台湾很有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做善事的方法是印善书，所谓的善书就是佛经，所以在寺庙里面有很多免费的佛经，那都是一些有钱人去印给大家看的。那些佛经里面就是宣扬这些鬼神观念，就是18层地狱，做好事才不会下地狱，所以这种观念很普遍的在台湾存在着。台湾人觉得你做坏事就是下地狱，做好事就是上天堂。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就我们是跟我看电影是一样的感觉。如果我不看，我会不相信，但是你给我讲这些故事，可能我就害怕了。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做好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想做好事，是他怕下地狱。对，所以变得是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善恶观念。另外就是在台湾有非常多的鬼神类的影集，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像那些神跟鬼确实是存在的，然后根深蒂固的存在我们的观念里面。那茶叔你相信吗？我就好奇对啊，我不信，但是我很喜欢啊，你这种鬼喜欢神观念，我喜欢，啊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看这种鬼神的，像有一些妈祖的传说，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玄天上帝那些传说，我个人非常喜欢鬼神类的传说故事，但是我个人是不相信的。但是如果我现实中你去一个庙，然后
这个庙里有一个突然出现一个美女，狐狸精吗？靠近无限。你，你会想展开一段浪漫的爱情吗？呃，会啊，我会想啊，就会是基本上哦，如果你来台湾的话，嗯你会发现台湾人经过一个寺庙，他会不经意的马上这样子不自觉的这样，正襟危坐的去拜，大陆也拜完有拜完了这样的，再走，所以这个在台湾人来讲是很普遍，就是他经过一个庙，他会心存敬意，拜了一下，再继续走。所但是他以不信，对吗？他不信，但是他他信，就是大啊，部分的人，他也信，他应该相信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信，我是不会的。我走过一个庙我就走过去，我不会这样。不过我觉得台湾人有非常多是非常相信鬼神的，因为可能是从小的文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听到鬼是会怕的。然后还有就是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宗教庆典都是跟鬼神有关，像妈祖，我们会有妈祖的庆典，妈祖算是神嘛，海神。你们那边也有鬼节、清明节这些吗？有都有，嗯，所以我们这是7月1号鬼门开，所以7月15的时候我们会有7月中元半嘛，普渡，对，就鬼节是7月7月半中文，半，对。我想大陆也一样吧，我们都有中元普渡，所以呢，中元普渡普及到连小区都要办这个普渡会，然后公普渡司会做什么？你们普渡会就是普渡大会啊，在台湾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很普遍的一个活动，就是农历7月15号的时候，在各个小区、各个公司，然后店家也要，他们在店门口、公司门口会摆一些，比如说鲜花、蔬果，然后三牲那种的东西，然后会拜，目的就是去祭拜这些好兄弟，就是鬼啦。因为7月1号鬼门开嘛，可是地狱的这些鬼是鬼都跑出他们的亲人吗？还是啊，说不是不就是不是，是任意的鬼？在台湾很有意思，就是农历7月1号我们叫鬼嗯门开，嗯，所有地狱的鬼门开了，所有地狱的鬼都跑出来了，在外所面要待半有地狱的鬼个月吗？就是我倒没有听说过他们会待那么一个月，久啊？会待一个月，啊，待会一个月待一个月，啊7月1号待到7月31号，啊那对鬼门开之后，地狱的鬼就放假了，都跑出来了，在阳啊！那间。他们说party 还是要害人的？他们平常的工作吗？他们放假了？哎，有地狱出来的鬼有各式各样的鬼，有害人的鬼，有好鬼，啊也有想要找替身的鬼。那就是附到人的身上那种对，是吗？所以取而代之7月1号开始，父母亲都会告诉小朋友说，千万不能去河边戏水，怕万一因为被水鬼啊水里面都是水鬼找替身的。啊7月1号就是夏天嘛，很多溺水事件，所以穿凿附会的结果就是大家会以为都是被鬼抓走了，死的人都是被鬼抓走了。所以7月1号开始，基本上大家都不会去海边，不会去河边，怕鬼嘛。我觉得在我们那儿家，因为我奶奶家是河北秦皇岛，是比较北戴河嘛，很有名的海滩。对对7月好多人去游泳，对啊大海边就是大陆没有游泳相信池这个，大陆不一样。对，可是，在台湾很相信，就是因为你常常听到新闻，就是那时候夏天有很多人喜欢游泳，非常多溺水事件，对，所以大家穿凿附会就会觉得都是被鬼抓走，被水鬼抓去做替身了。那农历7月15号，所有的公司、小区，包括小区哦，小区是住户，所有的住户都要一起参加哦。然后还有店家，我们要办普渡会，就是我们会买很多吃的，然后买那些纸钱，我们会祭拜这些好兄弟，也就是说要让这些好兄弟有好吃好喝的，不要来害我们是吗？在阳间游荡的时候不会无聊，也不会害人，表示人对鬼表示善意，所以普渡大会在台湾是一定要有的习俗。然后农历7月15这一天，所有的你会看到小区都很热闹，那烧纸钱烧的不得了，然后那个普渡什么吃的喝的都有，然后小区公司什么都有，大家办的这个是一定要办的。我们7月最后鬼门关嘛，就是鬼都会回去地狱，然后就结束，所以整个农历7月就是鬼月，在台湾非常重视，一整个月啊，这我倒没有听说过。非常重视。7月会总有人说他遇到鬼了吗？会有这样很多这样故事什么的吗？
倒还好，但是这些习俗性的东西都根深蒂固了，所以大家都会遵循，也没有人会问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做，就是7月15要这样，然后甚至连卖场还有很多便利商店，他们都会搭这一波鬼月的风潮，红利吗？卖一些鬼月专属的这个优惠或鬼月专属的东西。对，所以这个在台湾是很普遍，大家都觉得很正常的事情。灿叔在大陆呢，那个鬼节这个7月15鬼节没有特别讲究，不过我记得好像西安这边，我不知道是鬼节的时候还是清明的时候，反正晚上的时候在路边，他在路口的时候，很多人会烧纸。这是清明节，清明节哈，我们也会去路口，我们家那边也会去路口烧钱。我们南方是没有的，我老家是没有这个习俗的，所以北方我们会，就是我妈妈像她一定要去路口，怕这个亲人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应该。所以就到路口的话，在那边烧纸钱。马路口吗？马路的十字路口。对，马路的路口啊，因为它就一个在不是大马路上，路的边上，不可能在大马路上。小马路的路口这样烧，就大马路的边上，大马路的边上不是人行道啊什么的啊。每一户人家都会这样烧吗？好多人都有，反正我记得到西安，我看到好多人都这样做。我们家那边倒是挺多的。那你们不会去这个亲人的这个坟墓去祭拜，会不会？也去，就是你又要烧纸钱，又要去坟墓祭拜。我怎么记得你们在7月半的时候也有人这样做？但是你们在路边烧纸钱是很常见的动作。看城市吧，北方像我们家那个属于2线城市，1线城市我觉得会为了这个市容啊，政府可能不让吧，我不知道。在台湾的话，清明节基本上就是。你像我清明节我会前1-2个月先跟我的堂哥或我的那些堂哥堂姐先讲好，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去乡下去祭拜。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是不会在路边烧纸钱，没有这个习惯。我们一般会去那个往生者的坟墓，对，会在那边烧，然后。也是，其实清明节在台湾也算是个团圆的节日啦，因为但是鬼节比清明节更流行，更有气氛。我觉得都很流行。在台湾的话，清明节你基本上如果你的老家是在中南部的话，你一定会回去老家，然后跟亲人团聚。然后呢，那天晚上大家都从都市回到乡下之后，会一块吃个饭。那隔天早上我们就会。启程去山上的这个坟墓的地方去打扫，对，扫墓嘛，然后去扫墓了，对，然后会烧纸钱，因为那个杂草都一年过去了，杂草都很多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然后烧纸钱，然后也是，然后大家这些仪式都做完之后呢，亲人就坐在坟墓那边就在那边聊天，很开心啊，是吗？对，然后是这样。你们没有吗？笨叔，你们北方不扫墓的吗？扫墓，但是像就过去放一束花就可以了，就擦一擦那个啊，你是在集体的墓园里头，集体墓地，对，就能到那边擦一下，就放一束花，然后整理一下、清理一下，这样。对，要我们要是坟墓在乡下的话，自己的山上，像理查老师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老家也是这样的，就是得除草呀，那个坟墓的边上长满了草了，要除草的。还烧纸钱呐，什么东西都一样，应该。像我们就是有钱人，纸钱，我们这边有墓碑。我们台湾的纸钱可是多样化了。我记得我去年烧了美金，还有美金，还烧人民币，还烧那个黄金。你也可以烧什么车啊？烧有，我们有买一些小的东西，在台湾有很多东西那种纸类的可以烧。然后我们反正整理完了。大家亲朋好友就坐在坟墓旁边就聊天，然后吃零食，然后我觉得清明节就是蛮团圆的时间了，我觉得也蛮好。不像万圣节，西方万圣节那么欢乐，那么好像找刺激什么的，对吧？就比较。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你俩其实都胆子也挺大的，相对我发现我是胆子力最小的，因为其实这样的话，我胆子小嘛，我怕鬼啊，你俩不怕鬼啊。所以的话，你们脑子里应该很少有鬼的形象吧？有没有鬼的形象？有吗？
笨叔还是有点。笨叔，你的鬼的形笨叔，你象是什么？先说下你有没有鬼的狐狸形象精？很美的那种。除了没有啊，就是除了很美的那种啊。就好正常像那天美丽告诉我的，就是在印尼的那种鬼的形象，就是头发很长，然后女鬼嘛，穿白色的衣服啊，很绿色的飘的脸那种，或者白啊，色的脸，比较那种我完全不怕我阴沉。觉得那种嗯，根本就是人装出来的，我完全不怕对，这是你像电影里边的呀。你像日本那个贞子有没有？大家对对对，就都说贞子的好可怕，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女生从电视嗯，跑出来这样而已啊。我觉得灿叔这么问，他肯定见过他，不我咋然可能他不会。见过呢？你说你怕，你肯定是生活中有经历，我觉得。不是我这个人就比较胆小，真的，我怕黑。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我也没有就具体的鬼的形象是怎么样，但我觉得鬼它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它甚至可能都没有形象，它可以通过一些很细微的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它只有一个身影。你想想看，比如说可能电影里头，它只有一个脚印的这样往前走，一个对吧？能量，对不对？对，一个能量。那你怕什么呀？就是未知嘛，他既然都没有一个他具象。未知的东西嘛。未知的东西嘛。其实我之前嗯才搬新家的时候，我和我老婆两个嗯把睡觉的时候把卧室门都锁上了，就嗯，生怕外头因为不习惯的地陌生的地方有什么细碎的那种声响的时候都很吓人呢。那声音你也关不住啊，声音它就进来了，或者你那个超自然的，它门你能锁住它吗？就是感觉很吓人啊。就是我可是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你那个麦虽然克风里有一个鬼。是笨叔，我觉得笨叔虽然我们灿叔说我们胆子大，但是我们对我至少我啦，我不晓得你，我觉得我对鬼神还是敬畏的，虽然我不对，信，但是我是敬畏的。嗯笨叔，你像我那时候去泰国旅游的时候，我住一个旅馆，嗯我进去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不会直接进去，我一啊，定会先敲房门一下，然后我不信，但是我还是礼貌性的会做这个动作，就是扣有什么扣扣。关系啊？敲门就你住酒店，你要先敲一下房门，会，为什么？这个你跟们没有吗？鬼神有什么我们关系啊？没有啊。我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因为我嗯那时候导游跟我们说，嗯东南亚啊，的鬼特别多，嗯对，东南亚的东南亚的鬼片很盛行的，对对，我知道。很盛行，而且鬼真的有鬼，导游这样跟我们说。那嗯，所以我不信，但是我礼貌上还是会做一些传统嗯的仪式动作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对，进一个从来没有住过的旅馆的嗯房间，我先敲门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晚上要来住一个晚上了，扣扣嗯扣，我礼貌性的会敲门，告诉里面的或许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能量在里面，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住这里，所以嗯。我还是会有我不信，但是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会做，可是比如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呢？你肯定是有一个来源，比如我跟灿叔就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对，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我嗯出国的时候啦，或者是说在嗯我成长的历程中，一直好像有灌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嗯，到一个没有住过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应该都有一些鬼住过或神住对，过，所以你你要反客为主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知会他们。你像我，很有意思，我买房子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空屋子。来嗯确定我是不是要来买嘛。所以我那时候好几个月我都去看一些从来就是嗯，可能很久没有屋主住过的房子，对一样我进去的时候我会先敲门，然后啊，那个房仲小姐都会说，好习惯，应该要这样，嗯好就是习惯你要先知会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很久没有人住过了，所以里面啊，可能有一些能量或有一些鬼已经在里面嗯住了，所以你要先知会他们。这个我是相信的，就是一些嗯该有的未知的领域，你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所以我在对对对看这些房子前，我都会先敲门，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要进来看一下房嗯，子，对，然后我再开门再进去。嗯对，这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很多，你就像《聊斋》里头很多故事就是这样。但我觉得他们这些鬼也挺势利眼的，一般情况下会住的比较豪宅，容易被人占了啊。鬼啊或者狐狸他们会占那些豪宅，你要一个小房子，一般的平民的房子也没有人去占据它，不过我觉对不对？得东方的鬼比较多元化一点，他不是那对，种好像穿着白衣服，然后头发披到前面去飘对啊，走飘。
飘来飘去那种。你像中国有狐仙，对不对？这个在西方是绝对没有的。然后有很多动物，它可以修炼成仙，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鬼神的一个观念，就是任何所以我动物都有。就觉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宗教啊，就是你每天在媒体上看的这些东西不同，就是所有的鬼的样子也是不同的。像你说鬼，我就是想到穿着那种古代衣服的女鬼，就《聊斋》里边那种女鬼，或者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僵尸一蹦一蹦，然后贴着一个黄色的符的那种。我很好奇，灿叔，你脑海中的鬼的形象也是这样吗？这些是固有的观念，肯定都有吧。但是这些东西不是让我很害怕的东西，我很害怕的，对，我害怕的，我害怕的就是一些能量场，就看不到的、摸不着的，但是我知道它存在在那块。它可能会这些能量场一开始是散开的，突然之间会聚集起来。比如在乌漆抹黑的地方，完全黑暗的地方，你肯定知道这些黑暗的角落里头可能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它没有现身而已。它现身之后，它可以在瞬间变成很大的样子，我就会害怕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你听起来你怕的比较像外星人呢，或者你看《三体》是不是也很害怕呀？不是，三体是很兴奋的，好不好？看咱们鬼害怕，不是我是害怕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就是你捕捉到它的形象，突然现身的，对，突然现身的这种最主要，我觉得要是有一个具象化的东西，像人的话，你可能还可以交流啊。我觉得咱们坐下来聊一会儿吧。你是不是有什么冤屈啊？对呀，我帮你伸冤。或者一个女鬼说啊，不行，我已经结婚了，怎么我都可以说。但是一个你不知道他形状是怎么样的。你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外星人你怕吗？外星人你就完全不了解他。不是外星人，我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呀，我为什么要怕他呢？这个东西它就是不是一个生物，它可以像说它可以突然进入人的身体，突然之间进入人的身体，就像一股能量进入这些，可以把里面内脏撕得粉碎，我就会有这些害怕。我就觉得这东西看不到摸不着，但它就有巨大的能量，它拥有巨大能量，可怕的能量的。这是我害怕的鬼的形象。外星人也可以给你降个维。其实我脑海中的形象的鬼比较是东方传统的那种鬼的样子。狐狸，我会觉得狐狸或者是猫仙，他们不是鬼啊，他们是对，就是比较像精灵。我觉得我感觉的鬼比较像是那种精灵，然后有一些感情的，就算是鬼也是有感情。我比较喜欢聂小倩那种鬼。还有情感的。对，就是说我的感觉是我的想象中的鬼是有法力的。对对对，保护你的那个女鬼是会现身保护你的啊，然后她对你是会动感情的，会谈恋爱的，又因为人鬼殊途，所以又没办法跟你不能在一起。对，我很喜欢这种鬼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吓人的，它是可以跟你有羁绊。有情感的连接。对，我脑海中的鬼比较是这种，或者是这个鬼，或者是精灵，它可能是什么猫修炼，或者是白蛇传那种。我比较我觉得我有必要在 YouTube 找一些这样的电影，然后放在这个视频下边，所以同学们可以了解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对对，查书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对，因为我脑海中的鬼是女生。男生也会了啊，女生的，然后他是有法力的，他是可以捉弄你的，对，然后他是可以捉弄你之后又觉得你很可爱，可以跟你谈恋爱的，然后又受限于他是鬼的身份，没有办法跟你这么自由的恋爱，然后他又很想跟你生活，所以我觉得我的脑海中的鬼是这种比较人性化的，但是又人鬼殊途那种感觉。对，这种鬼其实是中国比较典型的鬼，就很世俗化的鬼，甚至是真的就像人一样，就是他只是有感情的，对对。就我觉得是这种好像有一种警示意义，要给你介绍一种道理，不要作恶，然后有很多这样的鬼故事。我觉得你像对我来说，僵尸、吸血鬼，对我来说那个我跟你说，笨叔，这其实为什么古代有这么多鬼的故事哈，就女鬼的故事啊，对，因为古代人是没有自由恋爱的。很多都包办婚姻嘛，就是写这些故事的人，除了聊斋的这个对蒲松龄之外，还有别人会想，这其实是一种意淫啊。反正我们没有自由恋爱，
对寄托啊，就是鬼的话其实可以比较自由，因为这所有的鬼都比较的奔放，就基本上直接上门来找你，第一件事情两先睡一觉，然后再衍生别的东西，都是这样。没错，我认同参叔，因为古代的鬼是没有世俗的，不受世俗礼法的约束，对，很妖艳的，一般都是妖艳，然后有那种魅惑男性的。对，那这个其实某方面是衬托出古时候的人其实是想要脱离世间礼法的束缚，所以他创造出这样的一个鬼的一个形象，其实是反映他内心的世界了。对，我觉得很有意思。是的，是的，我爷爷给我讲他的父母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是他们结婚之前都没有见过面，就我的太爷爷就是在掀开那个红盖头的一刹那才知道，才第一次见面，对，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都是父母包办。我想到台湾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不晓得大陆有没有，就是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灿叔、变叔，你在台湾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突然地上有一个小红包，你们会怎么做？捡起来啊，捡起来可能没有钱，交给警察叔叔。好，变叔、灿叔，你们会小红包捡起来啊，有3000块，一个小红包有3000块，我应该交到银行去。那很抱歉，你们犯了禁忌了。在台湾看到地上看到小红包，千万不要捡啊！千万不要捡，因为在很多家庭哦，有女生早夭啊，早死了，早死了，连结婚的机会都没有，可能7岁8岁就死了。然后风水师傅会告诉这个家庭的父母亲说，你们应该帮你们的女儿找另一半，虽然她死了，但是结婚是人生大事。那通常这些父母亲会听从风水师傅的意见，他们就会用一个小红包，里面装一些钱，随机的丢到地上去。那你如果捡了，你是男生，你捡了，你就要跟这个死去的小女生结婚。这个在乡下，可是这个在乡下，对，嗯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在都市不流行，在乡下很流行啊，特别是以前那个时代非常流行。像我那个大伯，我大伯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在路边捡了一个小红包，然后他就必须跟另外这个家庭的早夭的女生做灵婚。什么意思？那个家人会过来找他吗？他们会在旁边看着你捡这个钱吗？对，真的。为了早夭的女儿，这个家庭一定要这样做啊。那话是这样，我的大伯就跟这个早夭的女生真的结婚了。这是真的故事啊！真的举行一个仪式吗？难道还要？可是他可以那个叫冥婚，他不可以去警察局说这家人他在缠着我们。古时候你要遵从这个习俗，谁叫你要捡呢？这是天注定的，所以这个我们叫冥婚。冥婚，所以我那时候大伯就跟这个早夭的女生冥婚了。可是后来我的大伯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啊？是就大概几年？没有，那大概也是40-50年前的事情。但是你冥婚之后，我大伯当然还要再结婚嘛。那对啊，所以我大伯跟我的这个叫什么？跟他太太婶婶跟我婶婶结婚的时候，我婶婶是第二个老婆啊，第二个老婆，对，他的大老婆是那个冥婚的那个。对，那这个事情是我婶婶必须接受的。古时候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红包里到底有多少钱啊？跟多少钱没有关系，跟缘分有关系。为什么不是别的男生捡到？为什么是我大伯捡到？古时候的人都是比较相信这些命啊，相信这种命缘分。那你大伯也就是说，确实我大伯接受。他捡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习俗吗？还是说他就要跟他有缘分？他不晓得，他那时候不晓得。OK，所以演变到现在呢，我现在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还要帮这一位大婶婶
还要扫大一墓扫墓，我是需要帮他扫墓。所以哦，古时候那个观念就是捡到小红包，你必须顺着这个传统习俗，你要举行冥婚，嗯，而且可是，古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是接受的，嗯所以我大伯就跟这个早夭的女生先结这婚，冥婚有仪式吗？我是很好奇。有仪式的，有仪式的，冥婚有冥啊婚的，我不太清楚是什么仪式，但是有嗯啊专属的，就是真的是结婚的，好像真的两个人结婚的仪式。会所以我大伯把那个死人的照片拿过来跟他对对，结可能婚是吗？类似这样子捧着之类的。嗯然后我大伯后嗯来跟我婶婶结婚的时候，我婶嗯，婶是变二奶了，对对。然后一直到现在清明节，我们连扫墓还要扫那个早夭的嗯那个啊，婶婶小姑娘，地，它是有个专属的墓地的。嗯，那所以以前茶叔现在如果不讨论这个习俗，你就路上看到钱，外面没有我绝对红包，你会捡吗？所有台湾人都知道这个，绝对不会捡，啊，绝对不会是吗？捡，年轻人也不会捡。所真的以假的？真的，那所以这个钱掉在这个地上就一直这个在在那儿了。台湾是很钱不会有红包装着嘛，就让它捡起来。不嗯过基本上我们还是会送到警察局了。不过如果是红包的形态，小红包绝对所有台湾人都知道不可以捡。这肯定是约然后定俗成，已经知道了，对，大家这个已经都知道，是不是？是在台湾是一个大没有家都知红包，外面没有红包也不会捡是吗？就是只有一张钱吗？钱在地上。只有只有钱钱会捡吗？可以吧？只有钱一定肯定捡的那肯定捡的那就啊，没有啦，大陆会送到上好，警察局大陆好像是捡到钱必须把它用掉，不能拿着，嗯必须用掉，嗯有这个说在法。但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的话，捡到钱基本上会送到警察局去，因为啊我们在台湾也会送太多摄像头了，嗯在台湾很多摄啊影机，你如果捡了这样，啊，警察马上找到你。是吗那捡个5真的块钱的都找吗？不可能的事情。不会啦，就是说如果很大笔的钱，啊所以那肯定对对对基本上台湾人是这方面还蛮老实的，也不嗯是老实，是怕被拍下来，对对，因为在台湾到处都是摄影机、摄像头啊，对对对摄，像头，到处都是，所以你不能做坏事的。所以捡到基本上大笔的钱都会送到警察局去。对那如果是小红包，千万嗯千万不要捡，如果我捡到，然后你们俩又在旁边，我就说来来来平分。我不要不可能，他们家人肯定在旁边看，啊，肯定肯定在看着呢旁边看，蹲着呢。所以谁看着捡到了，他眼睛很利的，为了找妖的女儿嘛。这个其实就在古代的很多鬼故事题材就这样。嗯当然他这个是死的没有那么对早啊，就可能15、嗯6岁的时候死了，但是鬼魂还在。后来就刚好嗯找到一个书生呀，哎，你说我对对对什么什么对，然后以就是前那个年代养小孩不容易，所以早夭的情况很常挺多有。的哈。那现代的话比较少了，所以这个状况也比较少。嗯，所以这个肯定是以前传统留下来的一个习俗了。好，那今天我们觉得讨论的差不多，然后我也想就是同学们，如果你们的文化里边也有鬼节的话，也告诉我们是对什么日子，然后你们在鬼节做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习俗，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在你们国家万圣节是不是受欢迎，然后你们过不过万圣节都欢迎你们告诉我们。或者你们的鬼是什么不同的形嗯象，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对对们会很好奇，特别想知道关于鬼神的东西。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喽，好的，下次见。下次再见，这么仓促。好仓促的再见。对。